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来到了河南新乡，今天来看一座明代的藩王墓，它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明代的藩王墓。它还有一点比较特殊，就是有着中原定陵之称，意思就是说，它这座陵墓呢可以媲美黄帝陵，甚至有一些呢比黄帝陵墓规格还更高。那么正常来讲，你作为一个藩王使用这些肯定是违规的。而它却没有，那么它的主人到底是谁呢？还有一点比较特殊的是这座陵墓竟然有丫鬟的地宫，这个是非常少见吧？我们看其他明清的帝王陵基本上是看不到的，历朝历代单独在原寝里面给丫鬟设置地宫很难得，最多呢是明朝早期在殉葬里面放在一起，而这里呢是单独设置的，很少见呢。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墓主人的身份。他是万历皇帝唯一的同胞兄弟陆王朱一流的埋葬地，我们称之为陆王陵，和万历皇帝呢是同父同母。这座陵墓呢建于公元1615年，到现在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，在河南新乡的凤凰山脚下面，依山傍水景色十分宜人，当地人称这里为头枕凤凰山，脚蹬黑龙潭，一般我们说的依山傍水。这里就是典型整个陵园的气势磅礴、雄伟壮观、布局工整、庄重威严，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明代藩王陵墓。因为陵墓呢，与他哥哥万历皇帝在北京的定陵形制完全相同，甚至说有一些超过了定陵，从而呢被称之为中原定陵。这个人呢，4岁被封为陆王，21岁就藩于河南魏妃。在当时因为身份特殊、权势显赫，被当时的朝臣称之为诸藩之首。他的陵墓建筑材料除了极少数使用砖木外，其他的几乎全部采用了青石和白石。等一下我们看到整座陵墓呢保存还是比较完整的，你像石牌坊、石像生、地宫都是比较完整的。这座陵墓呢也被称之为中原石头城，就大部分是用石头的嘛。这座陵墓呢是占地240余亩，非常大了，也是超出规定了。因为在明朝有一个制度亲王陵园大概是60亩，超出了明朝规定亲王陵园的4倍有余，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身份显赫，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藩王陵墓。这一座陵墓的地宫是开放的，我们等一下去看一看。现在我已经进来了，这边也是收门票的。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座牌坊，这也是整个陵园的起点。在牌坊上面呢有4个字：陆藩嘉诚。陆藩是主人的封号辖地，嘉诚呢是对陵墓的美好代称。这座石牌坊呢是3间4柱5楼，高度呢是6米，宽度9.35米，非常精美这里比较有看头的就是牌坊上面的雕刻，可以看到呢，它正反两面都有高浮雕的2龙戏珠图案，这也是非常少见的。在这个柱子上面呢，也有龙，这个龙呢，仿佛就像越水而出，扶摇穿云而上，就像我们说的盘龙柱一样，雕刻非常娴熟神龙造型生动。两边呢是华表，这个在陵墓前是比较常见的了。这里石牌坊以及华表上面都雕刻着龙，也算是为这座陵墓呢奠定了一个基础，身份等级高的基础。过了石牌坊之后就是神道，两侧呢就是石像生。大家一眼看去，这些石像生是不是非常多如果没有提前说这是一座藩王墓，很多人可能以为就是帝王陵。这样看是不是非常壮观呢？感觉有点和明孝陵的神道有点类似，从空中可以看到有马、狮子、大象等等。这里呢是陆王陵的第一部分神道，也称之为玉路，它是通往地宫的导引大道。在两侧呢有石像生16对，其中石兽14对，10人2对。在这里有一点特殊之处，就是这里的石兽有14种，大大超越了历代帝王陵寝正墓
石兽6种的规制，可以说是盛况空前了。可以这样说，历代所有的鹿王陵皆有，历代没有的这座陵墓也是应有尽有，可谓是自秦汉以来封建社会帝王陵寝石像的一个大集中。这也显示出墓主人身份的高贵。你像我们现在站在这里，明显的可以看到2处这个石像生是非常多的。不知道当年为什么会放置这么多石兽在这里，这完全是超出了规定的。帝王的话，有时候都没有放置这么多石像，而他一个藩王确实可以，到现在也没法解释啊，也算是一个未解之谜。在封建社会，这种完全是属于僭越，我估计当时万历皇帝是同意了，要不然不可能保留得下来。现在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些石兽是什么。在这里14种石兽当中，有几种是比较特殊的，就是我们现在最开始看的这几对亚羽、原居、貔貅、山泥，非常特殊啊。这4种石兽仅仅是在古代的典籍和传说故事中出现过的名字，在历朝历代的陵寝从未见过。我们最多看到的就是狮子、马这些。在后面能够看到大象以及石人。大象在明孝陵已经看过了，应该是说代表江山稳固。从石像上过来是一座3孔石桥，上面全是铺的青石，两侧呢精雕白石莲花柱栏杆。10孔桥这是比较常见了，上面是桥，下面是水池，小桥流水嘛，与神道石刻紧密配合。来到这边确实是感觉像是来到了石头王国，全部是石头。继续往前走，前方看到的是城门楼，相当于是整个这个陵区的总门户。在帝王陵里面，我们一般会称之为是大红门，长度呢是21米，高度10米。近距离看一下这个城门楼，也是比较特殊的，是单层歇山顶，没有斗拱，梁架呢是用10拱券代替，顶部呢是绿色琉璃瓦，这个就是藩王的级别嘛。墙壁也是以青条石砌成的，下面有3道拱券门洞，作用我们以前也讲过了。以前他藩王和王后的棺椁就是从这里进出的。这个地方有一个未解之谜，也就是说特别的就是门钉，它是横竖都是9， 9981，这个是封建社会门户装饰中的最高规格。正常来讲，作为一个藩王是不能有这个规格的，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有。在城门楼两侧是有围墙的，相当于是城墙，整个陵墓的核心都是在这个城墙里面。连接城门楼是最外面的城墙，里面还有。整体来讲的话，它里面呢是有3道青石城墙相隔，将整个墓区划为了4个院落。过了城门楼，我们就来到了第1个院落。当年守墓人就是居住在这个里面。帝王陵和这种藩王陵一定是有人守卫着的，而且人数还不少，应该是有一个单独的部门。前方呢可以看到有一座石牌坊，叫做惟越将陵，是一座仿木结构的石刻建筑。因为我们已经说了嘛，整个这个陵区里面大部分建筑呢都是石头的，是3间4柱。我们从远处看这座石牌坊都非常精美，上面呢有很多雕刻。石牌坊中间有4个字惟越将陵，是取自《诗经·国风》中5月降临的意思。中间的2个柱子上面是雕刻了2条立式蚕龙，头顶宝珠，脚踏海水，各面南北。2条龙呢代表着陆王和他的哥哥万历皇帝。在牌坊下面还有抱骨石，上面雕刻了一些狮子，这里的狮子也是分为雌雄的。再往前走就是临恩门，在明朝的帝王陵也好，藩王墓也好，临恩门是比较常见的。在里面一点呢就是临恩殿，在这里也有一件宝贝，就是我们前方看到这个白色的，这就是叫丹壁石。一般在故宫宫殿、帝王陵有丹壁石，像在藩王墓这里有丹壁石的是比较少见的。它这个是叫做白石壁石，上面呢雕刻的2龙戏珠图案，在2龙戏珠下面
就是海水了。二龙戏珠我们经常见到，其中那个珠呢是火球或者火珠，代表太阳。龙的话，我们经常说东青龙，那么二龙戏珠呢就可以代表着日出东方。现在我们看到丹碧石呢是围起来了，在封建社会，丹碧石并不是什么人才可以走的，一般是皇帝登基的时候才能从丹碧石上面行走，其他的时候是不允许的。普通人或者那些王公大臣走丹碧石都是违法的。从临安门过来是牧区的第3个院落，也是属于祭祀区。这一块呢有我们熟悉的临安殿，在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些祭碑群，就是在这个院落里面呢有一些碑，算是纪念这个陆王以及表彰他做了哪些事情。再往前一点就是临安殿，这个我们非常熟悉了，经常都能看到。在拜台前面呢是有2只狮子，差不多有3米高啊。前方的台阶又是9级，正常来讲也是违规的，估计也是皇帝同意的。在这个中间有二龙戏珠的丹碧石，已经有400多年了，这是原版的。刚才我们在临安门前看到了，这里也有。整个这个丹碧石呢，上面是二龙戏珠，下面呢是翻滚的波浪，还有挺立的宝石山雾。它的寓意就是说福山寿岁，绵延不绝，并且呢有江山一统，万事升平之意。从这个台阶走上来就是临安殿了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遗址，当年的这个临安殿还是比较大的，特别是这里有一些住处的遗址，总共是32个。那么当时这个临安殿是面阔7间，进深3间，这个非常大了。里面主要是放王爷和王妃的牌位，他的后代来祭祀的话，只会到临安殿里面就结束了，后面就回去。而那些大臣呢，就是在刚才我们看到的台阶那里，狮子那里，不能继续往前，都是有规定的。再往前走又是一道门，这里是临心门，从这边进去呢，就是进入陵区的核心地方，地宫就在里面，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前朝后秦的分界线。过了这道门，相当于进入他生活起居的地方。在这一边呢，也有很多雕刻，特别是上面有一些狮子。这里的狮子也是东雄西雌。比较有意思的是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只狮子，它正常是踩着绣球，而这里呢，是不是有点像足球一样的，挺有意思的。而旁边这些抱骨石也是有图案的，有月下麒麟、龙息宝珠、犀牛望月等等。现在看到的大家是不是非常熟悉？这是十五供朱棣首创的，朱元璋的陵墓没有。十五供一般是中间的香炉一座，两侧的花瓶一对，最外侧的是烛台一对。这里的十五供啊非常高大，据说呢比朱棣的长陵十五供还更大。正常来讲，十五供是放在后面那个案台上面，而这里呢由于太高大，就放在前面。特别是这个香炉高度将近4米，主体为圆顶，双耳三足，造型非常独特啊，精致。这样大的十五供确实是非常少见。现在可以看到后面那个十供台是空着的，就是没法放。为什么会建造这么大的？现在呢也是一个未解之谜，没有人能够解释得清。正常来讲是不能比朱棣更大的。花瓶是高2.9米，方座、方瓶、方花朵，在瓶的四周雕有精美的荷花图。这个瓶顶花朵呈方形，四周刻有不同的花式，分别有牡丹、秋菊、荷花以及干枝梅花，也是非常精美的。最右侧的是烛台，也是非常逼真的，高2.9米，通高是圆体。这座陵墓走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未解之谜了，等一下到里面还有其他的未解之谜，真的是一座传奇的藩王墓。你像这个案台上面呢也有很多雕刻，它是由3块大型条石组成的。在十五供后面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块巨大的石碑，也是墓碑。以前呢这一块有明楼，后面是损毁了。我们看明清的帝王陵，大部分都有明楼，这里的明楼当然是比较小一点了。在这个墓碑上面是有几个字的，赐封陆简王之墓，是由万历皇帝亲自写的。
这个上面呢就记载了陆王什么时候生的，什么时候去世，他是总共活了46岁。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座陵园的核心建筑地宫所在地宝城宝顶，在明清的帝王陵基本上是都能够看到宝城宝顶的，只不过是大小的区别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陆王陵的宝顶其实不大，算是比较小，原因就是一开始的陆王陵是不修在这个地方，是在旁边的，只不过是由于他的一个比较宠爱的妃子提前去世了，陆王呢就于是把那个妃子葬在一开始为他修建的地宫里面，而后面呢他又重新修建了这样一座陆王陵出来，等于是他的妃子一开始葬在一个地方，然后他去世呢又葬在另外一个地方，两者隔得不是很远了。这就跟咸丰和慈禧分开安葬是类似的道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去地宫里面看一看，它现在是开放的。这里就是地宫的入口，这是大门，也是有9981颗门钉，跟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样。正常来讲也是违规了。现在是有台阶下去。这座地宫离地面的高度大概是4米，不是很高啊，跟他哥哥定陵还是相差很多。万历皇帝的地宫离地面是有几十米的距离。再往前走呢，就来到了金刚门，我们经常说的金刚墙。明显的可以看到这里有凹槽，当时呢就是有青条石这样堆砌而成，比较坚固的。像这样的藩王墓或者帝陵，一般都是通过金刚墙进去的。继续往前走，这座地宫的总的面积不是太大，只有180平米，有甬道、中室、左右侧室和主墓室。我们现在就是在甬道里面，全部是用青条石铸成的，跟我们在其他地方看的藩王墓有所区别。其他的是砖，而这里是石头。再过去一点就是第一道石门，当时盗墓贼也是从这里进去的。然后就来到了中室，也是我们说的前室。第一眼望去呢是十五供，刚刚在外面看到了，这里面呢是缩小版的。在地宫里面看到十五供是比较少见的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左右两侧的侧室，里面呢一般是放置一些陪葬品，它的陪葬品后室也有，这两边的侧室也有。这边可能主要是放那些不是太珍贵的，非常珍贵的就是在里面。当时这里面应该也是摆满了箱子，毕竟是藩王嘛，全部也是石头。整个这个地宫里面就是用石头打造的，没有砖呐。所以这也是一个未解之谜，为什么不用青砖？正常来讲，明清的不管是帝王陵还是藩王墓，地宫里面一定是有青砖存在的，特别是那个拱券顶啊、墙壁，一般都是青砖，而这里却不是。再往前走就是后室，我们前方看到有棺椁以及棺藏，这里是有3具棺椁，就证明当时地宫里面是安葬了3个人。中间这个肯定是陆简王了，左右两侧呢是他的妃子，一个正妃，一个侧妃。这座陵墓里面是没有殉葬者的，因为是在明朝中期已经废除了。一开始是陆简王和他的正妃安葬在这里，葬完之后地宫就封闭了。大概是13年之后，第2代陆王他的母亲去世了，也是陆简王的妃子。那么第2代陆王呢，他就下令重新打开了这个地宫，把他母亲送进来和陆王合葬，从而这就是这座地宫里面有3具棺椁的原因。这些棺椁全部打开了，我们来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吓人一跳啊！大家看看里面，是不是让人大吃一惊啊？那在两侧呢也有很多箱子，这也是陪葬品。这一块呢可能就是放的金银，或者是主人平时日常使用的。看完了陆简王的地宫，我们去旁边的陵园看一下，那边呢还有我们今天看的另外一个重点，丫鬟的地宫。这就是侧妃赵妃的陵园，看起来规模是不是比较大呀？我们如果对照清东陵慈禧的话，可能就是一个迷你版、缩小版，这个规模确实是比较大。现在地面呢还有很多建筑，它是次妃赵氏墓。这座陵墓和陆王的陵墓是并肩而立，共枕一山，同登一水。
在中国皇家陵墓建筑史上是相当罕见的，主要是由于这个人的身份是有点不一般。这个次妃赵氏一开始是他母亲李太后身边的贴身宫女，因其聪明伶俐，在陆王就藩的时候，太后呢就将赵氏赐给了陆王，让他照顾生活起居。他比陆王小2岁，从小呢应该是跟陆王关系很好。后面来到这里呢，陆王对他也很宠幸。不过呢，算是英年早逝，31岁去世了。按照当时明朝的规定，没有子女，那最终呢可能只能安葬在陆王墓旁边的一个小坟头。不过呢，由于他深受陆王的喜欢呢，就上奏朝廷把他追封为次妃，并且呢，陆王呢把他一开始修建的陵墓呢给了这个次妃，从而我们可以看到这座陵墓的规模啊还是比较大的，特别是那个宝城宝顶比他陆王自己的还大。它南北长258米，东西宽136米。这个就是次妃的城门楼，整体布局的话跟陆王陵是一样的。现在我们走进去看一下。进去之后呢，应该也是来到了陵园的第一个院落。前方我们还能看到石牌坊，这个布局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在这里呢就快速的走过去，牌坊啊包括其他都不看了，直接去看一看地宫。这一块是灵恩殿的遗址，跟刚才的陆王墓是一样的，主要这里有一个雕塑是属于次妃的。这个次妃按照记载是心地善良，与陆王在藩地的时候经常为百姓做好事做善事，去世之后被百姓神化为观音送子娘娘。在这里也能够看到棂星门，我们得来介绍一下，因为这里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特别是这个棂星门柱子上面呢有2只神兽，也可以称之为野兽，我们经常说的望天吼，这里呢也可以称之为朝天吼。中间呢有一个大型的火焰石牌，这个大家应该也见过了，两侧刻有日月图案，暗指墓主人呢与日月同在，日月同辉。这个上面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雕刻。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天另外一个重点，丫鬟坟。这里呢是有2座丫鬟墓，地宫呢都是打开的，位于内墙和外墙之间，刚好就在赵妃地宫的2侧，等于呢是2个丫鬟陪葬在赵妃旁边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墓道，长 7.9 米啊，这个地宫的面积大概是50平米，里面呢应该还是比较精细的。丫鬟坟在全国很多，但是你像直接修建在主人地宫旁边的还是比较少见的。这主要是由于这2个丫鬟是次妃的贴身丫鬟，应该算是殉葬吧。这个殉葬并不是说主人强迫她去，而是这2个丫鬟在看到赵妃去世之后，可能就主动殉葬，她主动自尽，觉得我生前是陪伴了赵妃，死后呢也要陪伴着这个妃子。主要是由于这个赵妃生前非常善良，对这2个贴身侍女也非常好，这就导致了他们丫鬟愿意去陪伴这个妃子。我们看一些影视剧也能够看到，有一些皇后啊或者妃子去世了，那有些丫鬟呢就进行自尽去陪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陆王呢就破例特意为这2个忠心的丫鬟修建了2个大小一样的墓啊，与妃子同时下葬，让他们主仆3个人呢能够一直相聚。这就是这2座丫鬟墓的由来。走在这个墓道里面，感觉这一座地宫应该还算是比较精细的，当时还是花费了一些功夫去建造。前方看到木门，然后这里有2个耳室，应该也是放一些东西的。核心就是里面了，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那个仿造的棺椁在那里。来到这个地宫里面，感觉整体还是不错，比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些王公大臣的地宫还大一点。它这里呢是用石头和砖块组成，和刚才我们看到地宫纯粹用石头建造的有所区别。在封建社会，一个丫鬟有这么大的地宫是非常罕见的，甚至这个地宫比我们之前
看到的一些明代藩王墓的地宫还大。到了这里，这2座400多年的陵园差不多就看完了。确实是这样豪华，建造这么精美的藩王墓以及妃子墓还是比较少见的。主要就是那些未解之谜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希望未来这些未解之谜能够有结论。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